上一期我们从雷尼尔山下来，去了奥林匹克国家公园，和国庆假期从国内来的小伙伴们碰了面，一起在 Olympic 有名的海滩看日落，走进 Hall of Mosses 的苔藓森林，还去了美国本土48州最西北角的 Cape Flattery。在和朋友们道别之后，我又回到了上一期找到那个绝美的雷尼尔营地，想在这儿安静的待上个1-2天。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西雅图这边的雨季已经悄悄开始。在回到 Rainier 的第1天是阴天，第2天开始下雨，第3天成了雨夹雪，而在第4天的早上，刚起床想刷手机，发现星链根本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打开了窗户，才发现这巴哈上积了这么厚的雪，整个车的底儿已经全被雪覆盖了。我天啊！哦，我用来当梯子的这子弹箱上面也盖满了雪。我天！哇，这辆车的前面已经被雪盖住了。我还是把……哎，等等，能看得见吗？这还怎么有一根蜘蛛丝啊！我天！我来试试看能不能把星链给放在外边吧，因为星链它自己应该是有一个加热功能，应该是可以融雪的。虽然说会耗更多的电，但是我感觉这雪基本给铲干净了，再等个10分钟、20分钟，可能又得铲了。哇，这星链被雪压得结结实实的。昨天做的红酒炖鸡还剩2块鸡大腿，今天准备加点水，下点菜，再加点鸡蛋，再做一个辛拉面，这样又是一顿饭。这种寒冷的天气的好处就是剩什么饭基本就不用进冰箱，后斗里的温度就已经比冰箱都要冷了。做一半面，这一阵小风飘过，这大雾就又来了。哎，真是在这种环境里边，已经这是第4天了。做完赶紧就回车上了，太冷了，我天！趁热把饭给吃了吧。吃一半饭，往窗外看，这是鹅毛大雪，这真的是鹅毛一样大，我天！看这后斗门，冷是冷，我脚趾现在已经被冻僵了，但是能吃上口热乎的，太满足了。今天早上起床之后呢，解冻了块牛排就放在后斗，来听听这声儿。我感觉不开柴暖，明天根本吃不上饭了。原本还说吃完饭出来点个火，拍一拍，蹭一蹭雪地露营的热度，但是我感觉这热度蹭了之后，我的身体就没有热度了。景色是真挺好看的，这边某处应该是雷尼尔山，看看这景色。同志们早上好，在边上的雪地上看到了动物的足迹，那一串，这看着像是某种鸟吧，看着像是个爪子，往前延伸到树林里头了就。太阳一出来就热很多了，看到这个山谷里边的雪，原本昨天这全都是被雪盖住的，现在已经化的差不太多了。虽然说这3天啥也没干成，没拍成，但是呢也不亏，非常值。毕竟这雪景加上雷尼尔山这种景色可不是啥时候都能见得着的。这前面云一出来，把太阳一遮，瞬间就冷了。来吃个小饼干，这是我最近特别喜欢吃的 Ritz， 我不知道国内能不能买得到。这是 sour cream and onions， 酸奶油和洋葱的一个口味，这口味老美特喜欢吃，我吃着吃感觉也不错，太快乐了。可能会有人好奇为什么我要戴着这紫色的手套来装子弹或者打枪。我从前几期视频开始就一直戴着手套打了，是因为打枪特别是点2子弹比较脏，它的火药残余啊，没有燃烧干净的各种化学物质，包括子弹头它是同胞铅，这个铅如果你要是接触多了，不小心吃进去或者是大量的吸入，是有可能会铅中毒的。同时我车上也没有专门去除铅的洗手液，就只能说拿婴儿湿巾或者拿水洗一下，感觉也并不是特别的安全，所以最好就是戴上手套去装子弹打枪。同时你看我这外边的外套，我等回 camper 里边会脱下来，不跟睡觉的地方、吃饭的地方放在一块儿，尽量的做到铅或者是各种化学物质的一个隔离，这样对人的身体健康会有一些好处。
啊，近距离简简单单，可以慢慢往车的方向回撤了。我是盯在了一个远离车的方向，现在往车的方向走，来换个子弹。我现在是叼着 GoPro 在打枪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后边找找感觉了，继续往后撤。把它架机舱盖上吧，没地儿放了，主要是这嘴叼着太难受了。 哦，点2卡壳了，哎，点2的激发真是无语。来看一下点2的故障率，第2发就已经写着卡了。我们把子弹夹撤出来，把它弹出来，这子弹就不要了，再把它。 这简单的一个排障，现在开始打9毫米。哇，我看到了好屌的景色！仔细看这个树桩，这个树桩它在。 蒸发这个水汽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，这也太溜了。这9毫米的精准度有点下降啊，这2周多不打枪还是不行，真的会影响手感。哦，这也太漂亮了！好家伙，这是这3天以来雷尼尔山第一次露出脑袋。 我是刚才在导 GoPro 的素材失策了，应该今天都拍完再导，只有拿着这个大相机来了。这雷尼尔山太漂亮了，太阳下山了，冷了。我其实以为这太阳下山了之后就看不太清 Rainier 了，但是现在看来正好是低光的情况，就有一点点太阳的余光照在 Rainier 的这个棱角上，让它看起来更立体。哇，这看着 GoPro 噪点挺高啊。 懒拿油了，直接拿牛自己的脂肪炼出来之后煎它自己的肉吧。牛排再来放到边上，简单的晚饭，来吃个牛排吧，先。 这几天来第1顿大肉，第3口热饭，哇，这冷天大口吃肉的感觉真是太爽了，好爽啊！贼棒的营地，贼棒的下午，非常好的晚霞，再来一顿美妙的晚饭，今天过得还挺好的。 非常完美，至少已经出 camper 活动了。前几天太冷了，而且又是下雨又是下雪，只能在 camper 里边活动，剪视频、导素材啥的。那我就慢慢吃了，我们明天早上再见。我炸机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今天早上拍的所有的影像全部都报废了，彻底的炸机了。现在真的贼他妈难受。我在这等了4天，现在是第5天了，就是为了等一个晴天可以拍个日出。完，就在我已经拍完准备返航的时候，我没有关运动模式，直接给干树上了啊！我他妈的是真的，这雷尼尔山漂亮是真漂亮，但是我现在一点心情都没有了，我只能说顺着。 遥控器最后一点信号，我大概能知道这个飞机的位置在哪儿。它是在这个方向，就是说要往山下走。我只能说尽可能的去靠近这个飞机。哦，飞机还活着，节能模式，云台电机过载，给自己半个小时时间出发回程。半个小时，如果要真的再没有回收到无人机的话，那就要往回走了。这一趟旅程出的意外太多了。
它掉的大概方向线一直在抖，我也不太确定说它到底是掉在哪一片了，因为刚飞的时候在飞一个大景，我的相机是对着雷尼尔山的，完全没有说对着地，所以我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参照的地方，所以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它在哪。这也没有任何的徒步小道，全是野路，得靠自己走，人身安全还是第一位的。这路太难走了，我要把相机收起来了，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回我的无人机。我操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我找到了，看到闪的红灯了吗？我就说为什么这个 GPS 一直在变，我竟然找着了。哇，这坡有点陡啊，它从树冠炸机之后掉到这么远，哇，这山路真的不好走。我是从这么斜的斜坡一路从远处走过来的，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能找得到它。我们现在就去把无人机给回收。等等，它好像有一条腿。哦，这云台已经掉出来了。哦，好家伙！真的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得小心着点，拿着无人机，拿着它往回走。这云台多半是坏了，一直在这点头摇脑袋呢。我们找一条安全一些的路回去，刚才的坡有点大，我也把相机放下来了，两只手还是得空出来，随时抓住东西，别让自己滑下去。看一下环境，这可真的不是说在车边上故意搞个坠机写的什么剧本，实打实的在这密林里边走了半个小时。我们往回程走吧。如果要是没有足够的徒步经验，要对自己徒步能力的信心，千万不要模仿我。要尝试的话，也要至少让一个亲朋好友知道你的路线和预计回归的时间，带好联络方式，手机有信号就是手机，没信号的话，那就用卫星电话。带好足够的食物和水，保暖的，千万不要为了一个无人机、一些影像，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。这地上这雪，主要就是昨天上午下午太阳出来晒化变成水，晚上降温又给冻上了。现在地上这层是一层薄薄的冰，特别滑，在这么大坡度上。看到车了，在树林之间的一抹粉色，这就是贴车衣的必要性。在徒步找不回来路的时候，尽可能的提高看见车的几率。我天啊，终于回来了！我是真的没想到，竟然能收回无人机。再来看一眼雷尼尔山。我这趟无人机后边的航飞怎么办？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理性的去意识到刚才的1个小时发生了什么，完全没有料到它会炸机，完全没有料到我能把它给捡回来，完全没有料到会这么顺利的能把它给捡回来。我得愣会儿神，得愣会儿神。我天！刚刚把车收完，帐篷已经合上了，后手东西也固定好了，让我们最后再看一眼美丽的雷尼尔山。真漂亮啊！我们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我要去华盛顿看看能不能把无人机给修好，同时呢休整，买些补给，为我们后续俄勒冈的行程做些准备。那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